我们很常听人们说，要在一个新地方生活的有归属感，就一定要融入当地的生活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，但做起来真的很难。它和我们所思所想的完全不一样。那怎样才算是已经融入了当地生活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在荷兰生活了这20年，我体验到的和领悟到的就是没有绝对的融入，只有相对的融入。即便我在这里生活了20年，我也无法做到100%的融入当地的生活。基本上可以说，没有一个外国人可以绝对的融入当地生活。怎么说呢？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。就像生活在荷兰葛村土生土长的人，移居到阿姆斯特丹，说着同样的语言，拥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，依然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，也可以经营好自己的生活，甚至在阿姆斯特丹也有自己的社交圈。这人看起来就已经融入了阿姆的生活，对吧？但在真实的生活里，并不见得他做到了100%融入了阿姆斯特丹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在那里的成长记忆，他始终会保留着一些葛村人的生活习惯。所以你看，在同一个国家，说着同样的语言和拥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，移居到另一个城市，都不见得能做到100%真正的融入当地的生活。更何况是我们这些跨国的移居者呢，对吧？这和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也一样。比如说，一个从槟城移居到吉隆坡的人，也不可能做到100%融入吉隆坡的生活。毕竟生活习惯、聊天方式、饮食方面都会有些不同。我个人认为，融入荷兰的生活标准就是把我放在荷兰任何一个城市、任何地区，我依然能在当地找到工作养活自己，依然能交到当地的朋友，依然参加当地的社交活动，依然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，包括去政府部门、去医院等等。就是生活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障碍，而且自我感觉是舒服的、自在的。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些，就已经相对融入了当地生活。每次聊到这个话题，我都会以过来人的身份跟朋友说，要融入荷兰的生活，首先一定要学会荷兰语。但荷兰语真的是不好学，我很肯定很多来荷兰生活的外国人都会感同身受。在这里住久了，你就不难发现，有很多在这里生活了10年、20年甚至更久的外国人，至今都不会说荷兰语。有一个网友曾经这么说，只要能让我来荷兰生活，2年后我的荷兰语自然会很流利，因为有了语言环境，我会学得很快。他说的这一些完全没有毛病，但人们总是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人类更倾向于选择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，和自己说同样语言的人做朋友，参加和自己说同样语言的社交圈。那试想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能说荷兰语的机会就是屈指可数了。那试问，你又如何学会说荷兰语呢？不要感到惊讶哦，有很多在荷兰生活的外国人，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框在自己觉得舒适的小圈子里。我在这里兼职和在荷兰企业上班时，我的客户和同事大部分都是荷兰人，那时我的荷兰语的进步简直可以用神速来形容。而且我本身除了喜欢厮混在国际社交圈里，我也很常厮混在荷兰人的圈子里。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。学会了荷兰语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，也改变了我在这里的生活态度。它让我在这里生活得更舒心、更自在。当然，我也承认，这跟我自己的心态也有很大关系。虽然说在荷兰找工作，你不一定要会说荷兰语，但如果你会说荷兰语，你在荷兰找工作的选择面也就越广。如果你的荷兰语实在不行，除了找工作的地域会被限制之外，你想离开国际城市，像阿姆斯特丹、鹿特丹、海牙等等到小镇生活的几率也就比较低了。除非你愿意每天在路上往返几个小时，因为大部分的国际企业都设在刚才我所说的国际城市，那里的生活消费也比较高。
不会说荷兰语的外国人在小镇基本上是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的，这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都一样。比如说在餐馆工作的华人服务员，英语和荷兰语都不行，那就只能在中餐馆工作了。那如果你会说流利的英语或荷兰语，你就有更多选择，比如说西餐厅、高级餐厅等等，那你的工钱也比较高。如果你是在企业里上班的，那你在企业里的上升空间也会变得更大，甚至还可以跨领域到另一个行业去闯一闯。毫不夸张的说在荷兰，如果你的英语或荷兰语都不行，你基本上就已经失去了90%的工作机会，可见学会当地语言有多么的重要。再来的就是饮食文化，我每一次回马来西亚，我的朋友都会问我在荷兰都吃些什么，在荷兰吃饭能习惯吗？我都会说非常不习惯啊。20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很不习惯这里的饮食文化。亚洲人的味蕾没有那么容易被改变。虽然我在这里生活了20年，我的味蕾真的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在家很多时候煮的都是亚洲料理，出外吃饭大多数也会选择亚洲餐厅。我想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我在这里每星期都会在亚洲超市购买亚洲食材，像是青菜啊、豆腐啊、面条啊等等。但有一点我不得不说，无论在哪个国家，华人对吃还是非常讲究、非常挑剔，也非常愿意在吃这方面耗费巨大的成本。这跟荷兰的饮食文化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移居到新的地方就已经决定要加入当地的主流，比如说有些华人移居到荷兰就坚决不加入华人的社交圈，也完全不和华人打交道。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真的无需要做得这么极端，因为强行去加入当地主流并不一定会带给你快乐哦。如果你强迫自己去做这一些，代价却是你会过得不舒心、不愉快，那又何必呢？倒不如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，去做一些适合自己的，而且自己又感兴趣的事情，然后再和自己趣味相投的人做朋友，再慢慢扩大自己的社交圈。但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，对于个人选择，我们都给予100%的尊重。在异国生活，我觉得个人自信非常重要，因为自信这东西，它能超越国界，也能超越时空。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，也能写出不一样的人生故事。当你拥有了这份自信，你再去融入任何一种生活，任何一个文化，你都能保留完整的自己。你不会去迎合别人，你也不会因为别人而强行去改变自己，你更不会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。你会发现，在一个社交圈里，有着不一样的文化背景，会因为有你、有我、有他而变得更有趣、更精彩，还可以互相学习、互相成长。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